吃不对早餐的话呢，就会一整个早上都昏昏欲睡。我只要吃面包类的东西，或是面条类的东西，我在看门诊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打哈欠。会让我们吃起来精神的早餐，它应该会有哪些选择的这个原则呢？你可以用蛋白质类的，鱼啊、海鲜啊、肉啊、蛋啊都很好。你吃越天然的东西，南瓜啦、番薯啦、这个马铃薯啦，2颗到3颗蛋，营养非常充足了。是早餐吃米饭，其实对健康是非常好。因为胃食道逆流人真的很多，我会建议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你每一口呢含个大概50秒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我发现呢，早餐这个议题吃什么其实是大家蛮关心的。那我以前呢，其实最喜欢吃早餐店的奶茶，然后加什么蛋饼啊或汉堡。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呢，因为现在这个超商他们都会面包加一个饮料，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好像都不太适合吃这样子。那有时候呢，吃对早餐那一整天呢，精神会非常好，而且工作非常有效率。但是呢，吃不对早餐的话呢，就会一整个早上都昏昏欲睡。所以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呢？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吴宏前医师，吴医师您好。大家好。吴医师，请问一下哈，就是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，我不饿啊，我就不吃早餐啊。但是其实吃对早餐，它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精神好、效率提高，然后代谢率也提高，甚至有人说有抗老的效果。可不可以帮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呢？对，做吃对早餐的时候，真的会精神比较好，因为我们大脑是全身最需要能量的地方嘛。所以当我们眼睛一起来以后，蓝光一照的以后，精神来的时候，大脑就一直在运作当中。所以当你给大脑营养的时候，给它能量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活化它，甚至比如说小朋友，甚至还可以帮助大脑的一个发育。那我们成年人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力的一个集中了。那增加代谢率是这样子，就是刚醒来的时候，其实脂肪的代谢率是属于0的。还没有起床。对，还没有起床啦，代谢率属于0的。然后你又不吃东西，没有把它诱发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会去分解你的肌肉啦。比如说，它可能首先会去分解你储存的糖。可是你储存糖如果不够的话，它会去分解你的肌肉，它不会去分解你的脂肪。结果你脂肪留着变多，然后肌肉又变少。然后如果年纪大的又变成肌少症，所以这样反而是不好的。对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这个基础代谢率，你要把它提升起来，你反而要吃一些有能量的东西，你才能把它提升起来。那所以说，一个好的早餐，就是说会让我们吃起来精神的早餐，它应该会有哪些选择的这个原则呢？第一个，你可以用蛋白质类的，对，比如说鱼啊、海鲜啊、肉啊、蛋啊都很好。那因为我觉得蛋其实是最好、最容易取得的。对呀，自从跟医生讨论过蛋的问题以后，我现在每天早上1颗2颗蛋都会有。对，我大概都2颗到3颗啦。因为蛋取得最方便，而且又最简单，我只要放在电锅里切下去，它跳起来就可以吃了。而且它是完全的营养，就是12种必需氨基酸，所以我大概吃2颗到3颗蛋，我那天早上的蛋白质全部都够了，而且我的精神会非常好，而且我的思绪会很清楚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可以吃一些，比如说像蔬菜啦、水果这些东西，它可以帮助我们5脏6腑的这些营养，但是又不会造成我们一个身体的太大的一个负担。比如说，我就比较不建议吃一些像精致淀粉类的或糖类的东西啦。像我自己，我只要吃面包类的东西，或是面条类的东西，我在看门诊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打哈欠，感觉好像大脑处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了。因为我自己要求自己要睡满7到8个小时，结果有一阵子呢，就是说奇怪，为什么我每次睡满7、8个小时来帮病人看病的时候，还一直觉得很疲倦、很累。后来我就开始在尝试吃各种不同的早餐，我去买麦当劳的汉堡来吃，炸鸡块来吃。早餐吃炸鸡块。我去买这个饭团来吃，然后我自己吃原形的食物。后来发现，你吃越天然的东西，没有烹煮过的，然后比较低的精致淀粉的，比较低糖的，那因为后来看门诊的时候又发现台湾的胃食道逆流病人很多，所以我都交代他们要饭水要分开，所以我现在连早餐我自己都没有饮料了。所以很简单的就是，
我有一个圆形的食物，比如说南瓜啦、番薯啦、这个马铃薯啦，这些都是圆形食物。然后我会有一点蔬菜，一些水果，好，然后2颗到3颗蛋。那我这样子其实已经非常营养非常充足了。是因为也有看到，就是说有人建议，就是说早餐吃米饭。其实对健康是非常好，还有促进大脑的发育。对，日本大学的一个研究他用核磁共振去分析的，就是说吃米饭的小朋友，他们的大脑的发育会特别好，而且专注力会比较够。那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研究也发现，就是说用吃米饭的早餐的这个小朋友呢，他们的学习力还有他们的学业跟身心健康都会比较好。而且呢，是用米饭吃早餐的小朋友，罹患慢性病的这个几率也会降低。那如果没有米饭，吃米浆可以吗？因为胃食道逆流的人真的很多，真的非常多。那米浆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我们喝呢就直接喝进去的。可是米的这个消化的酵素呢，都在我们的口腔里面。所以你如果没有经过好，你要喝米浆的话，我会建议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你每一口呢含个大概50秒。因为我们唾液里面的酵素呢，要帮助这些米食消化，大概就是要50秒的时间。然后你进去以后，第一个它的消化吸收比较好，第二个它的胃酸不会那么多，然后它又不会造成胃食道逆流。那一样米的营养它也可以吸收得到。所以你要喝米浆的，不是说不可以，就是一定要在口腔里面含个大概50秒。那稀饭也一样，如果说你稀饭跟米浆没有经过含或是咀嚼的这个动作，你直接把它吞下去，你会发现胃酸过多的人会很多，甚至胃酸会多到跑出来。而且您刚才提到说，胃食道逆流，所以你的干的跟喝的要分开来，才不会有这个状况。对，我们会建议你在吃饭前30分钟，你可以先喝饮料，或是先喝水。好像我自己就比较建议直接喝水啦，因为早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就是问说，吃早餐之前到底要不要喝水这个问题。我妈都叫我一定要喝水。对，它其实牵扯到很多的原因。比如说我们睡觉，像我们现在冬天很冷，那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，他因为睡觉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水分丧失非常的多。那你如果在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其实你一整个晚上其实是没有喝水的，那血液会过于浓稠，所以常常会有一早上起来就有这种高血压风暴的情形。所以很多人会在一大早的时候可能中风啦，或高血压整个发作起来，因为血上不去，跟没有水让它带上去。最好就是早上起来呢，还没吃早餐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再喝一点温水，水分补充够，血液不会那么浓稠，然后呢，血液循环又比较好，又可以预防这个中风跟高血压。另外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呢，它需要有唾液的分泌，那你有水分才有这个唾液可以分泌出来，才可以帮助消化。所以在这2点的情形下，我们都会建议你在吃早餐之前，甚至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人，甚至在更早一点点，你可以起床以后，刷牙洗脸以后，你就赶快喝1小杯的这个温水，然后它可以帮助消化，可以预防中风，可以预防高血压的上升。刚才您有提到，就是说您会吃水果的部分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们的早餐也一定都会有水果这一项，但是空腹吃水果好吗？空腹吃水果是可以，不过我们建议就是说有几个水果不要在空腹吃了，尤其是早上的时候。第一个就是升糖的高 GI 的那种，高升糖的水果，比如说西瓜啦、龙眼啦，这些糖分比较高的，或者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升高的，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，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。是不是甜的水果就是属于高 GI 的水果？不一定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消化酵素比较多的因为你有些人肠胃功能不是很好，你还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你又吃一些像凤梨呀，或是木瓜这些酵素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他们吃完以后会觉得说胃会嘈杂，叫啧，胃也啧这样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那在中医里面又建立一个，就是说我们人在早上的时候阳气是慢慢的升高，到中午阳气最高，然后到晚上阳气又慢慢的降低下来，所以早上的时候身体是比较虚寒的，所以在早上的时候也不要吃太多寒性的水果，像西瓜啦、椰子啊这些。当你吃了寒性的水果以后，你的阳气没有办法升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整天都无精打采。
那还有就是说，像我们常常有些人啊，因为工作嘛，所以咬了一口放在旁边，然后就做，然后再拿来咬一口，所以那个吃早餐的时间会拉得蛮长的。我也常常会这个样子，这样比较不好。那我们说太快也不好，对，太慢也不好，因为太快的话，我们刚刚讲很多胃食道逆流的人都是吃太快，结果他没有在这边口腔消化，结果这边胃酸大量的分泌，然后又因为压力过大，所以胃酸容易上来烧灼到我们的食道。太慢也不好，因为我们3餐吃，它会造成一个叫生理时钟。对，我们固定的时间，比如说大概30-40分钟。吃一个早餐、午餐或晚餐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消化酵素刚好在那个时间会大量的分泌，那大量分泌把东西消化完以后，它就会趋于平淡。对，像你高血糖的人呢，你如果一直这样子吃太久，吃1个小时，然后过没2-3个小时，它变成一直持续在刺激我们身体的血糖，一直在分泌，身体的五脏六腑一直在工作当中。那就好像我们睡觉前3个小时也不要吃东西，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变成你睡觉这个五脏六腑还在工作当中了。你不要小看这个生理时钟打乱，因为生理时钟打乱的时候，连排便、连小便的这个习惯也会被打乱。就是要有停下来不吃的时间，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怕这个胰岛素阻抗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很容易造成这个心血管上面的一些问题。对，因为你一直在用它，用它，一直在让它工作，它过度的使用，其实我们的五脏六腑过度使用都会疲乏。我们的这个肌肉呢，这个叫骨骼肌，骨骼肌一直训练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强壮。可是呢，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平滑肌，你不能一直让它过度的使用，过度使用它只会一直衰老。但是我觉得，像我自己常常就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呢，因为其实我都蛮早起的，大概5点多起来的左右，可能早餐就是7点到8点之间，差不多就会把它尽量吃完啊。但是其实到12点要吃午餐，中间的这段时间有时候会嘴馋，然后就会很想要吃东西。所以如果说中间再吃一些点心的话，是不是就像医生刚才您提到的，我一直让我的血糖就是1-2个小时就飙一次，1-2个小时就飙一次，这样不太好。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，我们在吃水果呢，就建议在2餐中间吃。比如说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柿子它有单宁酸，那单宁酸你吃了以后，本身你看它有防癌抗癌的效果，可以提升免疫力，可是单宁酸的东西呢，它跟蛋白质合在一起呢，会造成少数人的消化不良，甚至拉肚子。比如说好，你比较高草酸的食物，结果呢，你又跟含钙质的多的东西吃，结果变成草酸钙，结果本来你要补钙也没补到，草酸钙又容易造成结石，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在2餐跟2餐之间，你吃一点点水果，然后这个时候水果的吸收效果好，又不会跟其他的食物混在一起造成不好的一些副作用。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人，其实很多医师叫他们不要喝咖啡跟茶，我觉得好像是要他们的命，所以我们都会建议，就是说，你真的很喜欢喝茶、很喜欢喝咖啡的时候呢，你在饭后2个小时，你可以喝一点点咖啡，然后配一点点水果，这样子刚好又可以吃到点心，然后又可以休息的一个效果，然后你可以品尝到一些茶跟咖啡的一些味道。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改观最大的，应该就是餐跟餐之间不要吃东西，还有就是不要把吃饭的时间拉得太长。对，这真的是我比较大的毛病。对，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些分泌。今天呢，已经告诉大家吃早餐的一些准则了，希望大家那个早餐呢吃得好，就可以精神非常好，工作效率增加。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的分享，谢谢您。谢谢。